轩，今天有一个画面，我觉得非常的惊人。我们都知道乌俄战事的过程当中已经进入到尾声，但我没想到乌克兰竟然来一个什么绝地大反攻，他们直接派了这种无人潜艇，直接去炸了俄罗斯的潜舰，而且被他形容什么？这跟007的剧情是一样的。对照乌克兰一直我们讲嘛，超越大家的想象。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日本战事尾声了，没想到他们还有黑科技持续的发展。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坦白讲，光是这个画面就很有移动，因为这是在俄罗斯所掌控克里米亚的这个黑海舰队。对，照我先问第一个问题，我知道大家都在看那个大爆炸，但请问一下，怎么会有这个画面？怎么会有这个画面？这画面怎么会曝光啊？如果说这是 live 的，就在那边传的 Jose 等你来的话，那我跟你讲，那一出大事哦，代表整个乌克兰渗透你到你黑海舰队所有的电子系统了。再第二件事，你知道那个爆炸是什么吗？它没有天空，没有飞弹哦，水面上也没有任何画面哦，就莫名其妙有一艘潜舰就爆了，乒乒乓乓直接就炸掉了，而且是被锁定 target 的状况下炸掉。来，我跟各位讲，各位这史上第一桩，真的世界上第一起，他用水下无人载具。水面下的把潜艇直接给炸烂，吓死人了！乌克兰的黑科技，来第一个他必须要再掌握到呢黑海舰队里面潜艇它所在的位置。第二个呢，他要在神不知鬼不觉，跟水鬼一样的直接摸过去。在第三件事情代表你 parking 在港边的时候呢，随时都有被攻击的危险，而且所以你知道吗？包括有些智库战略国际问题的专家研究员就说这个已经是 next level 了，代表说整个水下海战已经迈入到一个新阶段。俄罗斯的潜舰多贵，结果在一瞬间，啪！秒杀，全炸了。你讲到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不对称作战的精华。因为你一艘潜舰可能4亿5亿，但你觉得它这种水面下的这种无人载具，它要多少钱啊？根本我们讲100万美金、200万美金，搞不好都搞定了。来，首先呢，你看这个是爆炸，为什么大家是为之震撼？因为第一个你可以仔细注意到，俄罗斯完全没有反应。再第二个呢，后来他们跟你讲说，我们之前过去有一个东西叫 Sea Baby 嘛，对不对？就是乌克兰的这种神风特工队。那 Sea Baby 里面是载着高磅的炸药，但我们跟各位讲，这不是 Sea Baby。这是另外一个，这是呢 Underwater Sea Baby，UUV，等于它是水面下的 Sea Baby。来，你看乌克兰说这是第一次Underwater Drone Attack on Russia Submarine， 也就是我水下炸水下，你看到这个大爆炸。对，而且呢，这一艘就是刚才赵和讲的嘛，它造价大概4亿，真的是4亿美金。4亿，4亿美金，然后直接躺平，4亿美金就这样直接被摧毁了。来，它是什么？基洛号。顿河畔罗斯托夫，名字很漂亮，对不对？但乌克兰呢，他还没有公布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这个黑科技还没有跟你讲说到底长什么样子那大家只能回推嘛，因为曾经在2023年的时候，他有推出一款叫做 Toroka。那 Toroka 是什么呢？你看就是这样一根，因为它是其他的时候在水下。它也跟潜艇一样，这叫做大型的无人的水面下载具。所以呢，它其实现在已经研发到2025年。换言之，这个所谓的 Subsea Baby、SSB 或者说你讲 UUV 水面下无人航行器呢，是他们最新研发的系统。换言之，他没有跟世界各国讲，他就利用这个水面下的系统呢。第一个，它可以防征收；第二个呢，它可以不被我们讲的侦测到，然后呢，直接进行破坏跟轰炸。那而且它不是只炸这个潜艇而已它还跑去撞桥，等于说它现在是整个跟水下跟水鬼一样。你整个俄罗斯的所有的占领范围之内呢，都会被他打击到。所以他在水下根本一直窜来窜去，然后俄罗斯根本不知道怎么办。结果今天炸了之后，他还说什么？没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都已经裂掉了，都坏掉了。因为你知道最麻烦在哪吗？水下是不是有声波、有雷达、有等等的？但我们以前有讲柴油引擎嘛，就轰轰轰轰轰很大声嘛，有核能引擎嘛，稍微安静一点嘛。但你知道他吃什么吗？一家等敌耶。一家等敌，对，所以他静悄悄，所以因为我们讲各位不是我们不跟你讲，所以这个东西神秘他就直接用这种方式这种携带口径的这种远航巡航炸弹等于说它本身就是一颗安静的炸弹，然后就这样直接呢撞下去。那到底造价成本到现在多少呢？不知道，但很显然俄罗斯面对这种攻击无能为力，它只能干嘛呢？只能我们讲的生气器。那生气器呢，就用他们所谓的极音速飞弹开始大肆的在轰炸。事实上，俄罗斯最近对乌克兰也没有手软，包括敖德萨是受害最严重的地方，他们大概呢用极音速飞弹炸了大概将近5个地方左右，而且都是瞄准什么基础建设。也就是呢，你看敖德萨可能是炸一些油箱，甚至是呢炸一些我们讲的变电站但是呢也有我们讲的飞到一半呢失败的案例。那它使用的武器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到的极音速我们讲的这种叫匕首的飞弹。那这种飞弹呢，理论上来讲因为它超过5马赫，拦都没办法拦，所以呢他现在主张说。对扎波罗热呢，我们也发动攻击。那现在位置这个城市你看已经陷入火海。但与此同时这个叫做软硬兼施。
我们看到泽伦斯基他也有开始在讲，放出一个新的消息跟讯号。这个新的消息讯号是什么呢？跟各位报告，他说我们不加入 NATO 也没关系，我们不加入北约也没关系。他说乌克兰可以妥协，只要呢你愿意提供援助，或者是呢只要呢你愿意呢这个我们讲的协助我们呢去在国防上呢有所防范呢，我讲就没问题。但是我跟你讲哦，赵和，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说这个飞弹会掉下来？这个是大机密。这个东西我刚才说它是5马赫，连美国都拦不下来，对不对？它是高超音速导弹，等于是俄罗斯的杀手锏。对，结果它没有击中，对，还倒掉了。我跟你讲，它是被拦下来的，它是被它不是不能拦吗？对，我跟你讲，它被拦了，它不是用什么爱国者飞弹，也不是用什么系统拦，你知道它用什么拦吗？来，它用讯号把它拦下来。它用讯号可以拦，这个叫做 GLONASS 讯号。我跟各位报告哦，这个成本你知道多少钱吗？这个成本哦是0块，也就是它只要花电费。只要有机器运作，它不用任何的经费，不用任何的费用，它就用这个 GLONASS 讯号就把它拦下来。而你知道它做法是什么吗？它是不是5马赫飞很快，对不对？对。但是呢，它就制造一个区域的干扰区。所以呢，当这个极音速飞弹哦跑到那个干扰区之后呢，它会瞬间我是谁，我在哪，开始精神错乱，因为它身上有4个接收器。对。所以这4个接收器产生错误讯号，所以它开始判定自己的 GPS。你知道他说，本来要打乌克兰嘛，他本来说我怎么会跑来利马这边？他以为自己人跑到利马了，所以他跑到利马之后，他会很紧张啊。你知道他干嘛吗？他赶快登谁？他就转弯嘛，转弯想说不行，我要赶快回去我的乌克兰。他就人在乌克兰上空，然后以为自己跑到利马，然后他就赶快想要转弯。那请问一下，转弯发生什么？超强居力，所以他就直接原地炸裂。所以乌克兰他这样咻上去，然后绕一下，哎，不对，回来不就啪就下去了。对，他原地爆炸，直接让他自己爆掉。因为你想想看，你一颗极音速飞弹，你突然间都要跟你讲180度大回转，它已经炸掉了嘛，原地炸裂嘛。那我请问一下，乌克兰花了什么钱？我都没有，就电费。他就花电费就把它拦截下来。当然，你知道俄罗斯更大聪明。俄罗斯说好，那我为了要应对你，所以我装了16个接收器。那乌克兰就笑说，不是啊，你16个接收器，16个都以为自己在利马，那也是一样啊。你手机都以为是利马，所以代表这个概念。我们刚才跟你讲说以小博大，就你现在知道吗？更可怕的在于什么？更可怕的在说，如果透过这个我们讲的2进位的这种代码，它就可以去改变，那这更是以小博大。因为赵和，你知道他们多讽刺吗？极音速飞弹竟然可以用2进位的代码，乌军直接进去，然后他就毁了，太强了吧！而且你知道他们还很有诗意，我都怀疑他们是吟游诗人，因为呢，他一边改他立马的坐标，对不对？这个叫做守夜人的组织哈，他说我们还用了这个把我们俄罗斯的民谣，把它用2进位写进去，所以你知道当那个极速在飞过来的时候，他等于是一边误会自己在哪，一边听着俄罗斯的民谣，因为他用0跟1嘛。那飞弹电子系统听得懂嘛？对，他就想说0跟1说乌克兰是我们的母亲，乌克兰伟大，然后这边唱那个歌，他整个就说精神错乱，所以他们说太讽刺。那现在这个技术我跟各位讲啦，因为美国一定会去跟他吸收的啦，对，等于说呢，他会破解俄罗斯原本他现在的这个秘辛嘛，因为大家原本都传统想象就是说我们直接用物理性的拦截，就他现在跟你讲，反正我知道你要打哪里。我就在那个区域的领空用这样的讯号干扰，所以他们形容说5马赫遇上利马还是利马比较厉害，因为呢遇到了这个利马的坐标，连5马赫都没办法拿他有办法。石龙哥，现在的战争来说，我们刚刚从无人机看到了这种所谓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水下载具，甚至用这种唱歌歌谣民谣方式，竟然可以把所谓的极音速飞弹直接把它打落。最关键是什么？你一定要有芯片，你一定要有 AI，你一定要是在上面。结果你看到 CNBC 周一就是15号所报道，川普现在他要搞什么？叫做美国科技部队计划，他真的是要把所有的 AI 人才、所有科技全部都抓在手里了。没错，我们一开始讲了这个 AI 无人机，这个无人机，或者说刚才语言讲到这个改写这个讯号来干扰你，这时候需要高科技的这个技术，尤其是现在美国在发展这个 AI 的相关的技术。那这个川普上台之后，他搞了非常多计划，都是 for AI。对，包括从他一开始宣布说，这个美国进入这个电力的这个紧急方案啊，紧急状态，要求各州开放所谓的电力的这个解决方案。紧接下来弄了一个 AI 的这个所谓的创世纪计划，对不对？他上个礼拜还签了一个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说要求美国中央的这个美国政府的所有的这个 AI 的指令来说，所有地方都要求跟我们一致哦。没错。好，那现在呢，他已经成立一个他要成立一个所谓专门的诉讼小组，诉讼小组要干什么？就是说我这个你比如说你加州的法令，或者说你这个科罗拉多州这个法令跟我不一样的时候，我要跟你打官司，我要把你的法令修改出来，这是第一个部队。就没想到他现在又成立了第二个部队，第二个部队是什么？叫美国科技部队，叫 US Tech Force 的计划。
那这计划里面呢，准备要招1000名的这个工程师，还有技术专家，然后还要投入联邦政府的 AI 基础建设，还有科技专案。简单来说，就是说他们这1000人来盘点目前为止美国的基础建设要怎么建设，对，还有我们的科技的这个发展怎么样来发展。然后这1000人来说话，大概呢薪水是这个可以签约2年的左右，然后薪水大概是15到20万美金，15到20万美金还不错，大概500-600万有没有？对，然后他准备跟什么？跟合作伙伴，就是包括说美国的民营企业，亚马逊啦、苹果啦，然后 Google 啦，然后戴尔电脑啦、微软啦、辉达啦、OpenAI、甲骨文，还有 Palantir， 还有 Salesforce 等等多家企业互相合作。简单来说，透过这些人呢，把美国的国家的发展跟民间发展 AI 把它整合在一起的这个状况，所以它等于是你看，它现在推出一大堆法令，都是要为了 for 美国 AI 的这个发展，所以我才说。川普真的是铁了心要在 AI 竞赛里面赢过美国，对啊，赢过中国。那跟中国来说，我就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就冒出来了，台湾嘛。这些所有的背后都是什么？都需要晶片。对 ，AI 晶片里面来说，现在只有谁能做？就是台湾能做。你没晶片的话，你所有的 AI 战，甚至你在军事上面就不用玩了。对，你的无人机你要飞，你也要有啊。是啊，所以我才说嘛，为什么现在台湾会要生成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因为川普这一连串的 AI 计划，它都是要跟中国对抗之下，没有台湾是万万不行。好，所以我才说嘛，现在台湾越来越重要的这个状况之下，这个我们之前不是讲到这个罗维人啊叛逃，这个跑到这个 Intel 去当这个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高管的这个事情吗？好，那这个对台湾有什么影响呢？实际上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出来讲话，这个叫做林本坚博士。好，那林本坚博士是什么人呢？我跟你讲，他其实之前也是负责台积电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的相关的这个人才。好，那他之前最重要一个就是艾斯摩尔的这个浸润技术，那艾斯摩尔的后来用水浸润，这就是由他提出来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技术，所以这是他对艾斯摩和台积电有非常重大的贡献。那他现在本人是在当这个所谓清华半导体的研究学院的这个院长，然后他就表达。他就说，很多人就问他说，这个罗维人跑到这个 Intel 去了，会不会对台湾有什么影响？他就说，半导体不是一个人能够撑起来的。他说 ，Intel 目前陷入很大危机，如果 Intel 后续产品有使用到台积电的技术，会被追踪出来，还是要证明不是从罗取得台积电的技术。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罗人跑到 Intel 去，他会用台积电的技术，应该原则上台积电Intel 不会用，对，不敢用，而且用的话，他可能会被起诉，会被告，所以这样一个状况。然后他就说半导体的技术非常快，2-3年就变得不一样。即使知道，不代表能够做得出来。台积电的量产团队非常厉害，然后三星、Intel 也有很聪明的人，但是很多方面都要团队配合，连三星都跟不上台积电的，那执行面的团队都要非常重要。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你说你罗人一个人去，能够改变整个这个文化，能够改变整个团队吗？没办法。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大概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追上台积电的意思。然后就有问到说，那他带走了这个大量的资料之后，你会觉得很奇怪吗？他说他觉得一点都不奇怪，他有耳闻他的这个行事风格，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对，他耳闻他的行事风格，他就说每一个人对未来的看法不一样嘛，他也没办法断定说罗维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另外一个他有说，那有没有人挖角你？有没有挖角林本坚？他说没有啊，因为他说大概请不动他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事实上也非常有意思。那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大佬林本坚出来讲这件事，罗维人这件事的时候，会让更多台湾人比较放心。美国那么重视台湾的晶片发展之下，台积电或是台湾的角色，绝对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状况。瑞哥，我们之前一直讲中日他们这个冲突到现在都还没有降温，尤其什么，大家觉得最可怕、最惊险是什么？你用火控雷达锁定日本的战机至少30几分钟，结果今天小泉的一张照片，小泉进次郎他封上一张照片，这个是他们资深飞官的4字军魂的手套，它上面写什么？冷静、严格。不要忘了我们当时讲，你被30几分钟火控雷达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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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你可以忍30几分钟，真的跟他这个冷静严格是有关系的吗？那么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那么之前就有说过了，今天是直接把这个照片呢抛出来啊。那么小泉进次郎就相当于我们的国防部长了，他在社群媒体里面发布在北海道担任了这个30年前担任 F-15的这个战机飞行员啊，也就是现在的统合幕僚长内仓浩昭啊，他的飞行手套照片。他特别写有所谓的冷静跟严格。那么
他这个幕僚长呢，他说当时他要起飞前啊，都已经先看看自己的手套。对，也就是说，我如果万一遇到状况的话，你要知道，30年前他会在北海道遇到的状况是谁？是俄罗斯。哦，那么俄罗斯呢，事实上当时啊，中共老共的这个军事的还没有崛起啊。那么全世界最强的就当时两大超强，一个是美国嘛，一个是俄罗斯。即便是这个日本的飞行员驾驶 F-15呢，他遇到俄罗斯的相关的战机的挑衅，还是非常的小心。对，那么所以他特别直接写这个冷静严格，所以让自己万一遇到状况的时候，我要忍下来，我不能轻率的那么不管是发射飞弹还是发射相关的机炮，我一定要小心哦。那么这是30年前他说的话艺术的。那么小泉进次郎也在公上面，他来讲的就是说，你以为是我不如你吗？只是我们忍住了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原来有这些诚意。他的用意是讲这样，所以他故意把这个所谓的冷静跟严格弄出来嘛。就是说我能忍，并不代表我是懦夫。你要知道，就像德川家康一样，鸟不下来，我就在下面等他下来。哦，他的意思是这样了啊。还有，我们讲个最坦白的哦，不要褒贬谁，而是请问，号称世界战斗之王的这个等于说 F-15，会怕你一个区航空母舰的歼15吗？我讲坦白的啦，对，你知道歼16是为谁、为哪一种机型、为哪一种飞机而设计、而发明的吗？歼16就是为了对付 F-15才去研究的嘛。你歼15不是档次不一样，用你们中国的话，档次不同哦。那么档次不同，你的歼15比这个 F-15不能比，没有办法比嘛。我讲真的嘛。所以呢 ，F-15人家是不理你，你把这个火控雷达照我，对不对？对。就挑衅嘛，30几分钟。我们的好朋友这个等于说饶志强就驾驶过 F-16啊，他的 F-16曾经被人家用火控雷达锁定过，马上你只要被锁定的话呢，你的这个机舱里面马上就会嘎会叫，你知道吗？可是叫的过程当中，你会冷汗直流啊，因为对方有可能真的发射飞弹把你给打下来啊。但是如果谁先动手，谁就让对方有了借口，很简单嘛。谁先动手，在空战里面谁先动手，谁就是挑衅。对，所以呢，挑衅的话呢，除非人家对方侵入你12海里的领空，否则不会这样做哦。那你这样做了以后呢，我就有办法还击，那个叫合法的自卫权嘛。我告诉你啦，老共在前阵子还故意说他们那个飞机多厉害，在南海遇到 F-35的时候呢，30几年前汤姆克鲁斯演的《捍卫战士》啊。他把飞机倒飞，这样2架飞机这样子啊，然后造成美国 F-35啊，那这飞行员啊心里莫大的恐慌跟压力。我告诉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要是 F-35的这个相关的飞行员啊，我会学当年的汤姆克鲁斯，如果有手机还是这个相机拿起来拍一张，为什么？你的安全带有没有绑紧？有没有掉下来啊？幼稚无知。现在的飞机、航空器的战争是用这种幼稚无知的方式吗？是世纪外的飞弹大决战啊！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